架势，一个也跑不了。太鲁莽了，这大白天的，怎么硬闯敌人的封锁线呢？一定是以为前面站人少，就想闯一闯。没想到暗处有这么多敌人。警力站岗。这帮白裤子太狠了，我就不信这方圆10几里地没有一处漏洞了。走，走。何长官，您这步棋真是太妙了，我这个漏洞实在是太大了。这片地形已经完全装在你脑子里了，你帮我再仔细看一看，我们的布防不会也有漏洞吧？师座，师座，撞网了，撞网了！刚才一支小股游击队企图突破我部哨卡，现已被我驻剿部队全部歼灭，13人无一漏网。查清楚是哪儿的队伍了吗？报告称，在尸体身上没有找到任何部队的番号。那就应该是地方上自发的一些游击队，小鱼小虾而已。不管是小鱼还是小虾，这说明池塘已经枯竭了，这帮鱼是跑不了的。传令下去，打起精神，严密防范，不能让这股共军有一丝可乘之机，而且要把这个网织得密一点，活活困死他们。是。我将师座命令传达到营以上军官。营不够，要传达到连一级。共产党把支部建立在连上，连队就成了他们最坚固的堡垒，战斗力能抵得上一个团一个营。要让国军的连以上的军官都知道他们在和谁对阵，切不可妄自尊大，掉以轻心啊！何长官，我失态了。就按朱兄说的办，立即。是。我跟你了，快点！同志们，今天想跟大家商量的第一件事是，我们营部决定在这儿安营扎寨。但是既然是安营扎寨，我们就得挡风遮雨。大伙儿有什么想法，提提意见。报告，我被抓丁到民团前是个篾匠。你个篾匠，我会建山梁，只要给我竹子，我就可以在树上搭建山梁，雨天可避雨，热天可乘凉。那这件事儿就由丁满同志负责，明天就开始动工。是，搭不好关我禁闭。正好把你关两笼两。去！现在跟大家商量第二件事。这是班长，你说吧，就说我们还有几天口粮，最多也就够4、5天了吧。4、5天，那这4、5天以后，让我们喝西北风啊！独立营又没个孙悟空，乔师傅难为无米之炊，我也没办法啊。从形势上看，我们现在出山购粮遇到了很大的困难。
所以营部有一个想法，看看能不能把每天3顿饭改为每天2顿饭。我们想听听大家的想法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我看你这话说的，跟地主似的，谁没挨过饿呀？我也挨过呀，要不然参加什么红军呢？我跟泥鳅，我俩打小就讨饭的，少一顿没问题。教导员，4、5天的口粮，每天省下1顿，也就撑个7、8天。7、8天之后怎么办呀？说实话，我们也没想到该怎么办。但是我只相信一点，办法总比困难多，一定会有办法。对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我没意见。我同意。同意。我也同意。我也同意。同意。报告。3大纪律8项注意，我已经背熟了，只不过我觉悟晚了点。这个是我打南洋坝的时候捡的，也算是个战利品。本来我想打完胜仗以后，拿这个换个媳妇儿。不过我想明白了，这样是不对的。现在，我上交营部。我们给牛三同志鼓个掌。你去后门，我走前门。好，小心点。别紧张，早没人了，这看就慌了很久了。看来也是被国民党调到山外去了。对，算他们运气好，我早就饿得走不动路了。快吃吧，要是能温一下就好了。这从哪儿来的？我在屋里边捡的。不行，这说不定是人家留下的口粮呢。早没人了，这都慌了多久了？赶紧吃吧，吃完还得赶路呢。真甜。就是这个地方，日后一定要来还，不然就坏了我吕小阁和独立营的名声。是。
这粪桶里面有隔层。谁让你们打死他的？谁让你打死他的？你知不知道你们掐断了一条最有价值的线索？那个挑粪的人，眼看就要逃跑了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，才开枪击毙了他。真是大开眼界呀！不是朱兄提醒，谁会想到他们有这样的奇思妙想？何长官，你一定要下一道严令，再不允许出现这样的情况，一定要留活口，这样我们就知道他们和共产党游击队在哪儿接头，以此来找着共产党游击队的巢穴。马上传令各部，为令这严办。是。石导员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们是不是该行动了？再等等，睡觉之前是人最乏的时候，到那时候咱们再行动。行，那再眯会儿吧。你不眯会儿？这几个月来，你把我当妹子，我把你当亲哥，可是现在你要走了，我才知道，其实你已经住进我心里了。山歌唱来，故人心落。革命就是救穷人喽，唱出几多英雄汉来。问清楚了吗？那个什么红军家属，到底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是的，是的。当时天下着雨，我们刚击毙那个红军情报员，屋子里突然有一个姑娘，就喊着什么歌，就扑了出来。道哥，道哥！可一见呢，被打死的红军情报员，表情就变了。我想，当时那个姑娘喊着什么歌，就算认错人，也是个亲共分子，就把她抓了起来。那这样，把那个人交给后田民团，那个后田民团的头目叫冯秃子，对，把他交给冯秃子，明天把他带到大街上，公开声明和共产党没有丝毫瓜葛，然后就把这个人给放。是。哎，直接送到民团那儿吧。好，我马上去吩咐。楚兄，你是怎么想的这招的？共产党无孔不入，我们也不能放过一丝一毫的机会。这个姑娘明显是认错了人才暴露的，那就证明有她等待的人。把她放出去当诱饵，引出那个等待的人，十有八九是共产党的情报员。我现在还真就信了师祖那句话了。朱兄，朱三木，你真顶得上一个师。
你出来。挺漂亮的，才多大你就活腻了？唱歌犯什么罪？犯什么罪不关我的事儿，跟我走。走，出来，走。小彩，小彩，什么时候了？天快亮了，走。小心点啊！洪大头，你脑袋是木头做的。我说多少遍了，这个必须要刻出来凹口，明白了吗？这样他才不会散架。做不好啊，返工重来。丁师傅要求很严格嘛。不严，那不严，晚上站岗放哨，那掉下来不还都得赖我呀？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也是一门手艺，以后不打仗了，还可以养家糊口呢。还有，在这件事情上，大家必须得按照丁师傅的要求去做，只要是不做好的话，小心关你们禁闭啊！遇上巡逻队了，怎么办？等会儿。跟我走。老伯，我帮你，来，别停，继续往前。你们是从山上下来的吧？我不告发你们，可别连累了我呀。走。老伯，我们的确是从山上下来的，我们想打听一下。哎，可别害我们呐！要是被他们发现了，我们一家不要紧。现在是10户连坐呀，求你们快走吧，快走吧。是老伯。对了，别进镇子，陌生人进镇子，他们会发现的啊！快走吧。谢谢老伯。怎么办？走。你回去告诉那个老娘们儿，让她别得寸进尺，逼急了我就翻桌子，鱼死网破我也不怕。老弟，都乡里乡亲的，对吧？你好，他好，大家都好，多好啊！真要掀桌子，谁能捞好啊？关键他锦梅又不在我手上，你让我怎么捞他去啊？他没捞着，我自己折里头了。老大，哎呀，老大，来人了！长官，上峰指示，让我把这名嫌犯交给你。念他年轻，你要严加训斥。只要他公开做出和红军游击队划清界限的声明，就放了他。王队长，签个名吧。好。走，金梅，你受苦了啊！你过来，出去！喂，走，走吧，走！哎呀呀，走。走。
过来。走。走。我告诉你，要不是上峰有命令，老子一下子就能把你给掐死。你有资格称老子吗？这么好看的姑娘，怎么下得去手呢？我答应你。哎，我愿意当着父老乡亲的面公开声明，我还能用我的声明，用歌唱给他们听。你这弯转的有点挺快了呀，啊？你怎么突然就愿意发声明跟共产党划清界限了？那我是该还是不该啊？你当然应该了呀。你要是不发这个声明，你能不能活过今天晚上都不一定。所以我不能不低头呀。我才16岁，我还想活到60岁、70岁、80岁、100岁。别给我扯这些，好好想想，你的声明该怎么说。我不会说，只会唱。那你就好好的给我唱，别唱跑调。放心吧，唱歌我可在10里8乡还算有点名气的，绝对不会给你唱跑调的。不信一会儿上来接你，一听就知道。坏了，巡逻队来了。来，走。白狗子好像走了。谁？啊，对不起，大姐，我们不是故意进来的。我知道。你们是红军？我男人也是。原来是红军嫂子。小才，大姐，您家大哥呢？你们是山上下来的。你们知不知道，红五军团34师3团2营？他是教导员。那大哥是随主力军转移了吧？他已经牺牲了，撤离苏区的时候牺牲了。大嫂，我们俩是闽西独立营的侦察员，向大嫂致敬，敬礼。谢谢。你们是怎么到镇子里来的？现在查得可严了。可不是嘛，我们俩走了整整2天的时间，好不容易找到一空隙钻进来，
好在是巧了，这一进来找到了嫂子你。我姓胡，以后跟我叫胡嫂就行了。胡嫂，胡嫂，哎，山里的情况不好吧？出不来也进不去，得不到任何有用的情报，更不要说什么敌对斗争的事儿。粮食和盐还有吗？早就断粮了，好多同志吃不上盐，现在腿都是浮肿的，一戳一个坑。同志们一天只够吃1顿饭呢。国民党这么干，就是想围困死你们。现在连个苍蝇都不放过，我们想上去送点东西，也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。胡嫂，这个镇子上面还有我们的人吗？我也不是这儿的人，这不是被他们赶到这儿来的吗？现在实行保甲制、连坐法，大白天的都没人敢开门，谁敢跟谁联系啊？看来想办法找到山外的党组织，重新建立起山里山外的联络，不太容易。走，我带你刮刮痧去啊！哎，走，给你刮刮痧啊！哎，好，走。不行，脚这劲儿疼。哎，是，别着急，刮了就好了。干什么去啊？哎呦，冯队长，这不，西队嫂病了，我带她去看看病去。镇东头新来的那个胡摸妹子有手绝活，哪头疼哪不舒服，一刮痧就能刮好了。我带她去刮刮痧去。夜里不许走家串户，你不知道吗？回去。这样，我出去一下，那有点吃的，你们俩填填肚子，别出声啊，我把门锁了。哎，胡嫂，干什么去？挖野菜啊，要不吃什么？挖个野菜那么横？附近有挖野菜地方吗？有吧？走。那我们就这么决定了，由你们3位连长各负责一个方向，由自己的连队派出去接哨，但是要注意，哨位要离营地2里之外，万一有什么情况的话，要给队伍有足够的时间撤退。明白。那你们回各自连队安排吧。哎，陆华一定嘱咐大家注意脚下。我是教导员，你是我的副手，亏你是一个老党员，你这点组织性、纪律性没有，你跟我成对台戏啊！我知道你是正的，我是副的，但我不能放弃我的原则。这是你应该坚持的原则吗？当然是。好，于真，你这一票我不在乎了啊，但是我绝不改变。你给我站住！你不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你忘了你身上还有责任了吗？我没有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是我必须要这么干。小哥和家台不是已经下山了吗？你为什么非要亲自去冒这个险？你是这个队伍的主心骨，山下敌人封锁这么严密，我问你，如果你出了事儿，我们队伍怎么办？但是你知道吗？如果我不这么干的话，咱们这支队伍好不了几天了。我昨天想了一宿，你知道吗？有2件事我必须干。第一，和山外党组织取得联系，这样我们才能知道群众急之所急，反过来党组织才能知道我们的虚之所需。第2件事，必须把这个朱三木除掉。大成，我知道这2件任务非常迫切，但你真的没必要亲自去冒这个险。李真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现在山外群众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，他们不会随便相信别人。全营最适合办这项任务的只有2个人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你哥哥。那就让我去。你一直在那儿偷听啊？什么叫偷听啊？风刮进我耳朵里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就这么定了，你守家，我去。添什么乱？什么叫添乱呀？怎么？你是怕万一我被抓住叛变是吗？不是，你什么态度？你对我还真不放心是吗？宇珍同志，发表态度，是不是我去别的更合适？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谨慎，我建议开个党员会。党员会不用开了，行动取消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行动取消？听不见啊？行动取消。李化成，我小哥和家条回来之前，你也别急着下山。
指导员，看来这乡亲们过得比山上好不到哪儿去。咱们还是把胡草留着吧。没有人跟踪你吧？没有。自从你来了以后，我一直想跟你接头，可是他们看得太紧了，就是没有机会。是，嫂子，我今天来是跟你汇报情况的。山里来人了，在我那儿。山里来人了？他们怎么找到你的？他们差点被抓住，是躲到我那儿去的。他们俩说是闽西独立营的侦察员。太好了，看来闽西独立营又打回来了。可是他们俩说山里的情况很严峻，粮食和盐现在都没了。对，原来呢，我们有一套办法为山里送粮、送盐、送情报，但是这套办法早就被敌人识破了。现在我们必须建立新的渠道和新的办法，跟山里建立联系。那新办法是什么呀？我呢已经联络了几个群众骨干，如果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就一户传一户。好，我们有个联络员特别好认，大家都叫他驼背。驼背，他是组织里的人。我看他总跟民团混在一起，还以为他是个敌人。没办法，为了骗过当局的眼睛，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演戏。对。还有嫂子，那2个人说他们想跟镇子里的党组织进行联系。都到晒谷场集合，开会了啊！都到晒谷场集合，开会了啊！都到镇西晒谷场集合！集合了，快点走，快点走，快点走，磨蹭什么？都到晒谷场集合，镇西晒谷场。都到晒谷场集合，开会了啊！都到晒谷场集合，快点！哎，都抓紧了！还有人没有？磨蹭什么？嫂子，那2人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？没事儿，不是锁在屋子里吗？如果那2个同志是自己人的话，锁在屋子里是最安全的。如果不是自己人，他们敲门也会走的。徐大嫂，楚参谋叛变了。楚参谋的叛变给我们造成了70个同志遇害，而且他的危害还在持续。特委向全体同志发出了命令，任何组织和个人一旦有机会，除掉他。是。乡亲们，当局推行的绥靖政策给大家带来不便了，但是这只是暂时的，很快就会过去。现在新政已初见成效，天下太平了，共产党已基本被肃清了，当局也想让大家过上安逸无忧的好日子，可还有少数的漏网之鱼还在兴风作浪，不消除他们，大家就没法过上太平的好日子。我在这里诚恳地忠告大家，只有和政府站在一起，才是唯一的出路。像只疯狗在乱叫呢。小才，你看看有没有后门？早看过了，没有后门。要不咱把门给撬了吧？不行，我们要是这么走出去，容易让胡草引起误会。好不容易牵的线头就断了，不行。石导员，那就一直这么耗着呀？再等等吧。何司令长官让我给大家宣布一条新政，
不管你以前是否通共、亲共，甚至于你现在还有亲人在红军游击队里和政府对抗，只要是认清形势，公开声明改变立场，和共产党划清界限，当局一概既往不咎。对于提供线索者，重赏大洋20块。今天啊，就有一个年轻的亲共分子，要给大家做一个榜样。通过政府的挽救，他幡然悔悟，主动要求在今天的大会上公开的发表声明，向政府忏悔。我们大家欢迎他，鼓掌。想好怎么说了吗？我不会说，只会唱。我会把我的心里话唱出来的。那就好好唱。不怕死来，不怕上楼，天下事情没敢当漏，一心革命来为救人喽。少爷，你冷静点，你不能去，放手。是锦妹在场，放手。指导员，你冷静点，那边不一定是他。放开，指导员。是他，我能听出来是的。为救人喽，俺没敢。唱什么呢？锦妹啊，你怎么？指导员，还唱什么？唱。唱，这下一脚崩了他，真着急。我够了，走，别唱了，走。刘小哥，你给我站起来！现在还不是你难受的时候。锦妹被敌人拉去游街，都没像你这么娘们儿。指导员，指导员，我知道你大哥牺牲的时候，我都想跟着他去了，但是我不能这么做，我的命不能白白就这么没了。我要为我男人报仇，我要为千千万万牺牲的同志们报仇。就你这样，你怎么救锦妹？我跟西斗嫂联系上了，她联系了10几户人家，但是山外面也没有粮食，
你们赶紧回去，汇报消息，再想办法救锦梅。好，我想办法。说来也是巧了，这位胡嫂刚好和西多大姐取得联络。西多大姐前段时间得到了上级的秘密指示，要求她无论如何也要与山区的部队取得联系。但是敌人的封锁太紧，困难之大，山外的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还要糟糕。